什麼美國人變成兩極派？美國認為世界就是長這個樣子，海權陸權不是對立觀念，霸權交替也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中國崛起，而中國的位置必然帶動陸權重新的貫穿。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川普在17號的時候啊，宣稱如果22號沒有辦法達成長期協議的話，就會終止跟伊朗的停火，而且並且說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哦。那這裡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啊，這一段短短訊息裡面其實透露了一些消息，大家看。特朗普稱，若伊朗不達成停火或發動打擊，美國總統特朗普17號說，如果到22號未達成結束戰爭的長期協議，可能會終止與伊朗的停火，稱也許我不會延長停火，但對伊朗港口的封鎖將繼續存在。我剛才講到的這個所謂特朗普的說法，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的意思是什麼？那他現在是擁有了。紐約時報揭露伊朗最新戰力，德黑蘭早有無敵的核彈級武器。紐約時報報道，美國與以色列為了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一舉開戰，反倒讓伊朗意識到自己已握有核彈級手段，那就是憑借着地理掌控赫爾墨茲海峽，讓任何對手不敢輕舉妄動。與此同時，經歷數周的戰爭，伊朗能保有足夠數量的飛彈發射器、單向無人機，要想挾持赫爾墨茲海峽的航運綽綽有餘。所以，所謂不會讓伊朗擁有核武器，是《紐約時報》說的這個所謂的核彈級武器嗎？這是他在講的時候的一個內容啊。紐約時報引述的是美國官方跟情報官員的估計。好，目前呢，伊朗能保有40%的攻擊無人機，停火時伊朗還能動用戰前的50%的發射器，之後幾天又從洞穴碉堡中挖出約100套的設備，使發射器的數量回到戰前的60%。伊朗也正在清出遭美軍轟炸埋在瓦礫堆下的飛彈，部分美方估計若清理完成，伊朗可以恢復到戰前約70%的飛彈庫存。注意哦，這所謂的70%飛彈庫存是什麼意思？70%代表伊朗這段時間被摧毀打掉的發射出去的，也就占全量的30%。所以伊朗基本上力量還是保有的相當的完整哦。那與此同時呢，有幾個估計給大家說一下。特朗普的意思是說什麼？他恐嚇22號之前要完成停火協議，可是問題是伊朗目前所擁有的戰鬥力，就連美國人自己估計都還有40%的無人機、50%的發射器，還有70%的飛彈庫存，依然是保存着相當完整。而且《紐約時報》那篇報道裡面，他講到說錯，伊朗有100套的發射裝置，在現在停火的時候，陸續的恢復了它的作用。《紐約時報》下的標題叫做100套核彈級武器。所以，如果美國人評估伊朗是恢復到70%，如果這個談判伊朗會立刻屈服嗎？當然，這是美方的評估。可是伊方自己的認定呢？現在需要立刻馬上投降嗎？我認為也不會。所以呢，這就形成了一個什麼雙向的一個奔赴。因為美國現在正在調兵遣將，給大家看一下。根據這個目前的最新消息美國調兵遣將當中，就霍爾木茲海峽開放問題在外交和輿論戰線展開激烈交鋒之際，據新華社18日援引美國官員報道後，根據美軍 P8 發電機最新動向，基本可以確認，目前美海軍福特號航母在完成維修和補給工作後，已於4月18日前後通過蘇伊士運河進入紅海，繼續執行取勝任務。與此同時，美海軍布什號航母打擊群已於本月13日前後被爆出從南非好望角繞行前往中東。未來抵達中東後，該航母打擊群可能會加入現有編隊，形成3航母的部署態勢，也可能接替福特號執行現有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任務，或為後續繼續開展熱戰做準備。那這裡還說還少2家，一個是什麼？一個是全斯號，一個是蒂黎波里號。全斯號跟蒂黎波里號呢，目前被認為都已經來到了伊朗的外海。全斯號可能是接近，而蒂黎波里號已經確定進入到中央指揮部，所以也就是進入到中東地區了啦。美軍中央司令部也就是進入到了中東地區了。那這樣的話就代表什麼？伊朗保有了還是相當多的實力。美軍也調動3航母，林肯號應該現在在阿拉伯海，福特號現在在紅海，從遠道來的老布希號目前應該也在印度洋這一帶，也就是形成了3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另外，蒂黎波里號2棲攻擊艦，它是屬於閃電航母，也就是它是没有誤艙的因為大家知道我把那個蒂黎波里號的那個樣子給調出來好了。這個是蒂黎波里號，這個是全斯號。蒂黎波里號跟全斯號呢，都是能夠搭載 F-35的
所謂的閃電航母。差別在於說，蒂利波里號呢，它基本上它沒有船塢，也就是它沒有氣墊登陸艇，它是一個以空戰，就是垂直登陸為主，它上面搭載的主要是 F-35，再來是魚鷹機，然後再來是各型直升機為主，它是垂直登陸。全4號它呢是有誤艙的，所以它的這個船艙裡面是有氣墊登陸艇的，但是它也有 F-35，然後它同時有各型的直升機，也有魚鷹機，所以問題就回來，如果和談過久，伊朗又從戰時狀態轉回類平時狀態，它可能沒有解除戰時狀態，但社會已經認為這個戰時狀態已經遠去的話，那就非常非常的危險。所以我認為這一場仗，美國是認為他能夠幹死伊朗，所以美國調了這麼多兵力來。伊朗也知道，第一個，他覺得他能拖死美國；第二個，如果沒有這一口氣把美國給打到一個節點上，一旦恢復了平時自己狀態，以伊朗被美國這樣炸，沒花個5年7年是恢復不了的。那中間所產生的成本，所產生的治理問題，就會又反饋到現在的政權身上，它的內部壓力又會陡然劇增，就是這個樣子。我們繼續講，剛才講到美國是什麼權？是海權，海權退出，那什麼權要填補？有沒有人能填補美國的海權？全世界目前，雖然我們剛才講了很多美國海權瞎包的地方，比如說被燒的福特號，長期部署狀態不好的林肯號，遠道而來的老布希號，改裝一拖再拖的全4號，從來沒有實戰經驗、實戰部署化的蒂利波里號，可是怎麼樣？人家就是有辦法，花點時間就在阿拉伯外海外面成兵3艘航空母艦戰鬥群，2艘2棲攻擊艦戰鬥群。再來，中國有能力挑戰，但是中國需要挑戰嗎？所以這裡就牽涉這個關鍵，美伊再戰的原因是什麼？小的我們想3個層次，我剛剛給大家做了很多鋪陳嘛。今天為什麼叫大史光？我最近看出了一個東西，伊朗作為一個在舊大陸上面，大家知道還記得我畫的里海軸線嗎？以里海軸線以東是舊大陸的東側，以西是舊大陸的西側，或者我們稱為世界島、世界核心區。伊朗剛好卡在中間，它剛好是這個所謂世界核心區的節點嘛。所以布里辛斯基的大棋盤裡面，中俄伊大三角把整個亞洲給鎖住。而所謂的亞洲，說更直白一點，它其實就是世界島的東側，也就是陸權的一個真正集結。所以3個結合在一起，就會成為陸權的爆發。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就要來討論一個關鍵：這個陸權的爆發在上世紀是徹底的破碎。事實上，從18世紀開始，這個陸權就在重整當中，因為帝國主義來到了東方，它就在重整當中。而整個架構起亞洲陸權的，或者說世界島東側陸權的核心是中國，而中國衰弱了。中國衰弱的同時，誰崛起了？誰成為亞洲首強？是日本。為什麼？因為陸權跟海權它不是完全對立，但它有一定的相對性。當然，從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開始把它操作成絕對的对立性。海權的崛起，就是因為陸權的衰弱，它有它的相對性。陸權的特色是什麼？穩定，但是它的量相對小，價格比較高，但它有優勢。優勢是什麼？它會連接陸上的一切，所以穩定、連接性強，流動性比較小。而上個世紀正是整個亞洲陸權最不穩定的時代，事實上直接斷裂了。為什麼？因為蘇聯的崛起打亂了整個亞洲的一個陸權問題。上個世紀蘇聯在哪裡？從這裡，實際上包含朝鮮、蒙古，它都是它的力量，對不對？它甚至不惜去入侵阿富汗。上個世紀陸權它是怎樣？它是架構在這裡，蘇聯的存在基本把這個給阻斷了。另外啊，所以這是一個相對概念哦。我今天沒有要申論這件事，但是我要把一個世界史的概念給大家。中國的衰弱讓日本的崛起騰出了巨大的空間，而日本的崛起呢，它的天生它是個海島型國家，它就是一個海權型的國家，它所對標的就是英國嘛，它剛好又在大陸這樣兩側，所以從一個海陸權的概念來說，陸權被切斷了、破碎了，海權興起了，因為陸權裡面不利的因素都出現了，運量小，仰賴陸地上政權的穩定性，仰賴友盟國家，結果呢，個個都沒有。中蘇是對立的，蘇聯入侵阿富汗，阿富汗下面是英國的勢力。總之，這個陸權沒辦法崛起啊。所以蘇聯的出現，其實阻斷了古老的地緣。什麼是古老的地緣？也就是在俄羅斯出現在整個亞洲之前，甚至可以這麼說，在鴉片戰爭之前，靠着絲路啪，還是可以到西方去的。這效果沒那麼好，所以這個就是概念。海陸權它是個相對應的一個對比概念。好，回過頭來，今天的亞洲中俄之間相對緊密，伊
伊朗被逼着只剩一下背靠中俄這一條路可以走，而且伊朗現在就是全力對抗美國，天然的形成了中俄伊這個大三角相對的穩定性，至少這個時候你在什麼猜忌都沒有用，對吧？這時候中國猜忌俄羅斯幹嘛？俄羅斯猜忌中國幹嘛？眼前的美國比較重要。德黑蘭想在西方跟東方擺來擺去嗎？繼續擺啊，擺一擺怎樣就要升旗了，沒有空間，你知道嗎？所以這就形成了一個新的態勢，隨着中國的強大，隨着中俄的拉近，陸上地緣的穩定性回來了，而隨着美國勢力的衰退，它沒有辦法再穩定的維持這麼大量的全球海權的布局，海權的不穩定性上升了。海洋跟陸地最大差異是什麼？海洋它沒有友盟國家固定，它仰賴大量的海外基地去維持它的優勢，它的消耗很大。當然它所形成的鏈路一旦暢通之後，它有很大的優勢是它的運輸的量大但成本低，但維持這個事情本身成本高啊。可是當陸地亂成一團亂的時候，或者是全球物流暢通的時代，而陸地相對不穩定的時代，海權當然重要。全世界有郵輪到處跑，郵輪越蓋越大艘啊，那種郵輪一點點閃避能力都沒有，就是完全是個大白雞，完全就是被打假的，他連想逃跑都逃跑不了，因為他動作也很慢。所以在这樣的逻輯之下，陸權本來就成本效益、費效益，它是拼不贏海權，尤其在全球化之下，維持全球海軍基地的成本相對低啊。因為这些海軍基地你不用有薩德，你不用鋪路爪雷達，你不用愛國者飛彈，因為不會有人打你嘛，你就是個補給點，你就是一個什麼防守的節點，主要對應的是索馬里海盜啊，海盜可以幹嘛？今天的這個為什麼我講海陸權要再平衡？因為伊朗原本雖然被美國打壓、制裁或各種，但是至少整個波灣地區的秩序，它是一個依照美國海權去建設出來的秩序。可是這個秩序受到了巨大挑戰，但原本這個秩序是可以融合的，因為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就我陸權崛起，不代表你海權非得來壓我嘛。但是問題是，你陸權的崛起確實會削弱海權的收益啊，海權的重要性會下滑，所以它一定要一個對壘啊，那總要找個地方爆發。那為什麼在伊朗爆發？因為伊朗剛好什麼，就是中央節點嘛，而且這裡有巨大的能源，這裡還不只是過路點啊，全世界絕大多數的油、天然氣都從這邊出去，所以它就變成說，它一定要匯整到這個點上。所以這個海陸權再平衡的一個狀況，是因為伊朗現在他找不到抓手。你說他仰賴海權嗎？美國現在像神經病一樣。他又要G2要退，他又全世界到處打，他沒有一個穩定性，因為美國現在就在一個動盪期嘛，他的自己的政策拿捏不定嘛，而且加上什麼以色列的存在，整天搞破壞，整天搞狙擊，你國家的第一生存要道也沒有了。為什麼美國人變成搶劫犯了？為什麼美國人退縮回到加勒比海時代了，變成施掠船了，在海上到處打劫伊朗船，打劫委內瑞拉油輪呢？因為海權的收益顯著下，但維持海權的代價是高昂的嘛。而陸地上有更便宜的平地方案，叫做什麼？叫做一帶一路的中歐班列啊，而且被整合了。那問題就在於這裡，你要恢復陸權，你必須搭配一個強大的海軍，否則的話，你就整天被亂。當然，強大海軍必須搭配什麼？強大的空軍啊，陸海空三軍缺一不可。而今天中國的崛起，中國有強大的陸軍，有強大的海軍，有強大的空軍，所以這個陸權的可持續性就出現了。因為這可持續性的出現，所以它就逐步在貫徹跟貫通的過程當中。所以其實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今天的關鍵是什麼？今天的關鍵就是只有一個。今天這個伊朗衝突的關鍵就只一個：美國沒有做世界第二的任何準備，也拒絕接受這件事。但是他也知道他搞不下去了，所以他想收縮。但在收縮的過程當中，這個亂流跟亂局就出現在伊朗。為什麼？因為以色列這個干擾因素就出現了，而以色列干擾因素又是因為納坦雅胡這個人他的個人的權威，所以這就很有意思了。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海陸權的重構再平衡，所以我為什麼沒有說陸權壓垮海權，海權壓垮陸權？我沒有這樣講，我寫再平衡。任何勢力都是一個再平衡的過程。二戰之後到冷戰結束，這個是一個平衡。冷戰結束之後到川普 2.0， 也就是在去年 G2 提出來之前，它是另外一個平衡。而 G2 提出來之後，它必然要重整，而這是一個亂局。這亂局收縮在伊朗，所以其實美伊再戰這件事情，它所呈現出來的意義是多層次且複雜。從全球史的概念來看是這樣，但是它也有從底層上來的因素，就是納坦雅胡個人求生日志，他搞你知道嗎？他就到處炸人，所以伊朗的那個不穩定神經被觸動了。哇，我國家都不安全了，我咋搞啊？我得活下去啊！所以伊朗奮死抵抗，所以就直接爆了
這個爆了的關鍵在這裡。而美國呢，他在 G2 收縮的時候，他發現挺順利的啊，我這個連帶一燒就把委內瑞拉給收拾掉了。搞不好我 G2 在收縮的時候，我不用收的那麼乾淨，我還可以在一些關鍵節點有一些抓手，所以我可以搞一下伊朗，就搞了把哈梅內伊幹掉。就幹掉之後呢，結果沒有效。一個概念就是這樣來的。所以為什麼伊朗會形成今天這樣的炸裂之局勢？而這樣的一個歷史進程，它其實根本沒有任何所謂的範式或者是模型。它就是一個人類依照現實現地整個全球的發展在往前推進，你只能說有個脈絡，那個脈絡就是陸權跟海權這兩個力量在漲落的過程當中，陸權跟海權也可以雙高啊，也可以雙低啊，也可以一高一低啊，也可以一低一高啊，它沒有一個，它本來就沒有一個絕對的範式，所以我說其實bullshit鬼扯啊，我根本不屑這種東西啊，因為在西方人的理解邏輯裡面，他們只有黑白對抗，他們只有善惡敘事，因為什麼？因為這又回到伊朗啊，伊朗這是個命運乖舛的地方，伊朗也是世界命運的節點，因為伊朗人的先教索羅亞斯德教，它本身就是善惡二元論最早的一神教原型，深刻的影響到了世界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所以在他們的理解裡面就很教條化，你知道嗎？中國人講實用主義啊，所以中國人沒有一個絕對制式的規範。我們重新彙整一下，海權陸權不是對立觀念，霸權交替也不是修昔底德陷阱。今天之所以伊朗會是這個樣子，主要的因素是什麼？美國認為世界就是長這個樣子，而中國崛起了，而中國的崛起是全面的一個崛起，而中國的位置決定了它崛起必然帶動陸權的重新的復興，重新的貫穿。與此同時，你可以看到美國的抓手越來越少，日本衰弱了，也就是在世界島的兩大海權，日本跟英國完全沒辦法在這件事情上給予美國幫助，而美國反而深陷了他在這次裡面唯一的單一盟友叫以色列，在那邊從中作梗，又應激了整個伊朗的安全問題。你開戰就把哈梅內伊全家給端了，留了一個小哈梅內伊，那是最硬核的上來，最偏激的上來，所以這個事情就讓伊朗的堅決抵抗意志更加強大。而美國因為抓了委內瑞拉的馬杜羅飄了，他以為伊朗可以同樣去處置，所以這整件事遂到了完全沒有回返餘地的狀況。這就跟一次世界大戰原本2場戰爭的直接結果很少見的，它變成了決定性的其中一個因素，因為它已經沒有任何可以依憑的東西，只剩下純粹的暴力來決定這場戰爭的一個具體的結果。這個純粹的暴力當然包含着，比如說這個海灣國家的炸，對於霍姆茲海峽的封鎖，所以現在這個戰爭是一個非常物理且硬核的一個狀態。當然，在物理硬核狀態背後還有其他的因素啊，比如說金融啊，各種狀況啊。那另外啊，它有一個隱藏的暗線在哪裡的，也是美國現在啊，在純物理上沒有辦法跟伊朗全拼真刀真槍的，就是美元回圈的被徹底打斷。徹底倒不至於啊，但是打斷的很嚴重，沒錯。長期以來，美國就是什麼？全世界買，長期入超，但美國怎麼活下去的？因為全世界的人拿到美元，主要又回去買美國資產嘛，不管是美債、美國房地產、美國股市、美國債券所以說美國保險、美國各種但是這個回圈裡面呢，幾條大型的回補鏈，中國現在不太補了嘛，一個歐洲的養老金。還有一個什麼中東國家這些超級無敵有錢海灣國家的什麼主權基金，三大鏈路。歐洲現在俄烏戰爭被打得稀累咧，現在基本上沒有什麼餘財，中美關係不好，所以呢，中國表面上和諧，實際上不再買那麼多美債，還一直在減持，所以這條暗線就強力的牽制着美國，所以他要拼物理。實際上，從物理，伊朗肯定是頂不住美國的嘛。但問題，這條暗線打斷，這個對美國才是真正頭疼的地方。這個美元潮汐的規律被打斷，所以美國現在看起來，美國股市在衝新高，但是美國的短債已經上到1/3的量級啦。大家現在就是在賭那個泡沫，其實是在玩泡沫，不是在玩充值啊，這是不太一樣的概念啊。玩充值代表你要關注它的長期性嘛，玩泡沫代表整個投機嘛，隨時可跑。所以美國的虛胖榮景是越來越加的顯著。這就是整個伊朗戰，所以我說，但最後要怎麼回歸到它的平衡點呢？那就是要看這邊還有什麼的力量會進來。對 AJ 小外，雖然他的歧視意向很大，但是他作為一個伊朗人，他的敏感度還是很高的。他在猜測，當然他也許有暗線的資訊，我不知道。中俄的力量進入了伊朗，所以美國最近一直在問中國啊，你有沒有支持伊朗？你有沒有支持伊朗？這就是今天大使團跟大家分享，這裡的海陸權再平衡。最後我點幾個力量。
美國海權怎麼走？巴基斯坦扮演什麼角色？中俄扮演什麼角色？這一盤棋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最後導彈的這個以色列還有伊朗自己的奮鬥，就是這幾個，而這最終會決定這個海陸權再平衡。但是這個是拳拳到肉，會打得非常的血腥。那如果沒有拳拳到肉的話，那可能是什麼？就幕後的大佬先去協調好了。但目前看不出幕後的大佬有要坐下來大家一起協調這件事的打算。